老公的发小最喜欢的事就是插到我俩中间，在我面前搂着他。他说我回来找他的样子像条狗，我怀不了孩子，是个不下蛋的母鸡。而老公站在他身边，听着他骂我，脸上带着淡淡的得意。于是我摸着刚刚怀上的肚子，开口说：“我们离婚吧。”话出口的一瞬间，老公的脸变得惨白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一夜未眠，我想了很久，没来得及说出口的孕检单被我撕碎扔在垃圾桶里。直到清晨，雨晨才推开门走了进来。他的身形有些疲惫，眼眶微红，里面隐约爬满了红血丝。看到沙发前的我，立刻化身为一只委屈大狗，几步走过来，紧紧地抱住了我，把脑袋埋在了我的颈窝处蹭了蹭。老婆，好累。我心口一滞，用力地怔了怔，没怔开，心脏处传来密密麻麻的刺痛。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冷漠，起开。雨晨没松开我，反而抱得更紧了。其实在昨晚之前，雨晨真的算是一个十分出色的好老公，而我也能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感受到他细致又绵长的爱意。怎么会不爱呢？能跨过大半个城市买我爱吃的梨花酥，事事有回应的积极分享，时刻注意我的小情绪，大把大把的礼物不要钱的送。可就是这样一个男人，却在我们2周年纪念日的夜晚，去机场接了另外一个女人。老婆，别生气了好不好？昨天都是我的错，我发小回来了，我妈让我帮忙接一下，接到怀里了是吧？我静静地看着他，连声音都冷了几度。自从我们相爱后，几乎很少吵架，我也是第一次对他态度那么冷淡。这么多年来，我又何尝不爱他？我一直以为我是幸运的，能在茫茫人海遇到个彼此相爱的爱人，结婚生子。我也是多么希望这只是一场误会。雨晨满脸焦灼，慌忙又着急地想跟我解释，不是的，你是不知道他这个人。咚咚咚的敲门声响起，打断了他的话。我俩皆是一愣，犹豫片刻，还是我推开雨晨去开的门。猫眼外站着一个身穿鹅黄色露脐短 T、深绿色牛仔裤的女人，没见过，却有2分眼熟。谁？嫂子，快开门！我是陈哥的发小，我俩小时候经常一块玩来着。门外女人的大嗓门穿过隔墙钻进我的耳朵。我想起来了，这个女人便是照片上的那个女人。我抬头望向雨晨，询问她的意思。她点了点头，示意确实是她，只是眉头微微皱到了一起，似乎不太高兴。这一刻，我突然有些紧张，面对这个素未谋面的女人和那张照片，我的脑子有点乱。我还是打开了门，该逃避的不是我，该羞愧的也不是我。一开门，便对上了一双明亮的眼睛，大大的圆眼，眼尾下垂，眼睛亮晶晶地看着我。这是一双很讨喜的眼睛，和我很像。嫂子，我终于见到你本人了。女孩很热情热烈，一个飞扑扑到了我的怀里，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。我站在原地有些尴尬，并不适应这突如其来的亲近。我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温吞慢热的人，我想我们并不是很熟，甚至是第一次见面。他熟络的让我有些排斥，更何况他还是一个跟我老公不清不楚的人。纪一男，离你嫂子远一点，没大没小。雨晨嫌弃地推开了他，搂着我的腰把我拽回了他的怀里。纪一男撇了撇嘴，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，他的眼神迅速扫过我腰上雨晨的胳膊，神色有些黯淡。但是下一秒，他就恢复了阳光明媚，
一拳打在雨辰身上，嗔怪道：“好小子，真是有了媳妇忘了娘！你个重色轻友的家伙！”雨辰紧抿着嘴，搂着我腰的手紧了紧，声音不悦：“你来干什么？我来还是不是为了你？你不是说嫂子肯定会生气吗？我来给你解释解释，真是不识好人心。”纪一男翻了个大大的白眼，过来亲热地挽着我的胳膊，把我往屋里扯。雨辰眉头微皱，有些愣神，但终究没说什么。我几乎是被他拖着进去的，热络的好像他是这里的女主人，而我是他接待的客人。他拖着我坐在了我精心挑选的乳白色沙发上。嫂子，你别怪陈哥，都是我不好。我昨天刚回国，好不容易遇到一个老熟人，就拽着陈哥陪我打几把游戏。他手机没电了，我给藏起来了，我让他陪我打完再给他，谁知道一个没注意打了一晚上。嫂子看起来就大度，应该不会计较这点小事的吧？纪一男笑得一脸阳光灿烂，看起来真挚又诚恳。我静静地看着他，缓缓地把手抽了出来，一字一句地开口：“那你还挺没分寸的。”纪一男的脸色白了白，大概是没想到我会这么不留情面吧。安安，你别生气，纪一男他说话不过脑子，做事也大大咧咧的，你别跟他计较。雨辰急忙跟我解释。原本尴尬的气氛缓和了一点，纪一男拉住我的手，一脸愧疚：“对不起啊，嫂子，我不知道你反应这么大。这样吧，我请你们吃饭，就当做补偿了，怎么样？以后我们还要经常来往的。”“不怎么样，我也不想跟你来往。”我微微皱起了眉头，还没开口，雨辰就先一步拽起了纪一男。“行了行了，你赶紧走吧，别在这给我添堵了。”雨辰拽着纪一男推搡着往外走，嫌弃之余，甚至还夹杂着他自己都没察觉到的宠溺。纪一男一边往外走，还一边对着我叫喊：“嫂子，下回请你吃饭啊！”直到门棚的被关上，这嘈杂的声音才消失不见。我的眉心突突地跳着，我不知道是被他吵的，还是被他气的。雨辰小心翼翼地挪到了我的面前。“老婆。”我沉默地站起了身，越过他走回了卧室。这是我和雨辰第一次冷战，准确来说，是我单方面的冷战。雨辰在我耳边絮絮叨叨地解释，他去接纪一男的时候，手机没电了，本来想着很快就能回来，没想到手机被他抢去了，非让他陪他打2把游戏，打到一半居然睡着了，再睁眼天都亮了。他还说纪一男就是那性格，他们一块长大的，没人把他当女的，他对所有人都那样，都是哥们。我问他为什么在一起这么长时间，我从来不知道他还有这么一个发小。他跟我解释说，当初他和他闹了一场挺大的矛盾，紧接着他就去了国外，就没怎么联系过了。这次去接他也是因为家里人都抽不开身，他妈让他帮忙接一下的。再加上毕竟是从小长到大的朋友，天大的矛盾，这几年也释怀了。雨辰看着我，神色焦急而惶恐，湿漉漉的眼睛祈求地望着我。他求我原谅，并保证不会有下一次了。我想雨辰是爱我的，他怕失去我。我又摸了摸平坦的小腹，很神奇，里面居然孕育出了一个孩子。我的身体不好，医生曾诊断过，说我这辈子可能都不会怀上孩子。我喜欢小孩子，雨辰也是。自从知道这件事后，雨辰便揽下了责任，跟家里说他是丁克，不愿意要孩子，绝口不提我不能生育的事。为此还跟家里大闹了一番，他也从未有过一丝一毫的怨言和不满。这个孩子可能是我这辈子唯一一次能当母亲的机会。我想
也许我不应该因为这样一个女人来损坏自己的婚姻和幸福。不值当。我跟雨辰说，我不喜欢你那个发小，你们以后少来往。雨辰赶紧走过来抱着我哄道：好。也许这只是一场误会，我们虽和好如初，但不知怎地，我依旧隐隐不安。我隐瞒下来了我怀孕的这件事，没告诉雨辰。雨辰这段时间对我更加的殷勤了，似乎在弥补讨好我。他带我去吃火锅，盈盈的雾气中，我难得有了胃口。刚把一口鲜嫩淋满汤汁的虾滑送入嘴中，就听到了熟悉的声音：好哇，陈哥，你们出来吃饭也不叫我。我抬头，正是纪一男。他穿着一个黑色大裤衩，一屁股坐到了雨辰的旁边，胳膊搂住雨辰的脖子压了下来，一副哥俩好的样子。我突然有些反胃，忍住恶心，把嘴里的虾滑咽了下去。跟他一块来的还有另外几个男生，其中几个是雨辰是兄弟，我也认识。他们见到我，一一给我打了个招呼。纪一男眼底闪过不悦，大手一挥，对他们说：好了好了，今天碰到陈哥和嫂子，我之前说要请他们吃饭呢，就不跟你们吃了，你们吃吧，钱算我的。我觉得我真是倒霉极了，吃个饭还要遇到这种事。我冷冷地看着雨辰，雨辰立刻反应过来，把纪一男推开，训斥道：你都多大了，还这么没大没小，不知道男女有别吗？纪一男撇了撇嘴：切，你怎么也变得娘们唧唧的了？小时候我还看过你光屁股撒尿呢，咱俩可是同穿过一条裤子的好哥们。胃里一阵翻滚，如果不是亲身经历，我也没想到居然能在身边遇到如此厚颜无耻、没有边界的人。我捂着嘴冲到了卫生间，一阵翻江倒海。本来身体就不舒服，加上最近心情不好，吃不下饭，好不容易有胃口了一次，还全部吐出来了。密密麻麻的恶心涌上心头，像吞了只苍蝇，还无法言说。安安，你没事吧？一出卫生间，就看到雨辰一脸焦急地等在门口，旁边还有双手抱膀的纪一男。他说：嫂子，你也太娇弱了吧，吃个火锅都能吃吐。我没有搭理他，看向雨辰，回家。火锅没有吃成，我坐在副驾驶，静静地看着窗外。雨辰跟我说话，我不想搭理他，我有点累，胃也有点抽抽的疼。我感觉出来了，雨辰也有点生气了。一回到家，他就把我抵在墙上，双手按在我的肩膀上：沈安安，你到底在闹什么？你也看到了，纪一男他就是这样的性格，他跟谁都这样。我跟他从小长到大的友谊，你说让我跟他少联系，我就没跟他联系。这次只是碰巧遇上了，我也推开他了，我又做错什么了？是，他好像是没做错什么，我又怎么能要求他和他从小长到大的好朋友决裂呢？多无理呀！我咬着牙，嘴里蔓延出来一阵苦涩，我却不知道我该说什么。我看着他，不知道我们怎么就变成这样了。雨辰颓废地放下了胳膊：安安，你理解理解我好不好？说完，他打开门走了出去，留下一句：去公司处理事情。空旷昏暗的房间便只剩下我一人，甚至连灯都没来得及开。胃里翻滚得更加厉害，仿佛被人攥在手心蹂躏，剧烈地抽痛起来。我疼得蹲下身子，大滴大滴眼泪砸在冰冷的地板上。我不知道是心更痛还是胃更痛。我向来是个感情迟钝的人，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。看雨辰的反应，我想会不会是我做错了，我太无理取闹了。可现在我也没有心思思考那么多了。胃部持续剧烈的绞痛和眩晕，我眼前几次发黑。
我有些慌了，摸索着掏出手机，看着眼前模糊不清的通讯录，我还是打给了雨辰。他应该还没有走远。好疼啊，雨辰，快来救救我！可是响铃2秒，电话被挂断了。大脑有一瞬间的空白，我疼得蜷缩在地上，用最后一丝意志，颤抖着手打出去了一通电话，随后便彻底失去了意识。在最后时刻，我看不清我拨给谁了。当时疼得我以为自己就要死了，那是我第一次离死亡那么近。我不想死，我把所有希望寄托在了最后一通电话上。好在我赌赢了。再次醒来是在医院，鼻尖萦绕着一股消毒水的味道。窗台边站着一个人，见我醒来，转过了身，有些陌生。我想了半天，没想起来他是谁。于霍，似乎是读懂了我的心思，男人淡淡的开口。我一下子想起来了，是我的初中同学，跟以前的变化有些大。初中的时候还是个被人嘲笑的小胖子，没想到现在已经出落成一个大帅哥了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们也没联系过，只是初中毕业的时候跟很多同学交换了联系方式。没想到电话打到他那里去了，还好他没更换联系方式，还好他还记得我这个老同学，还好他愿意一探究竟，没有直接挂了我这通没有声音的电话。鼻尖有点酸，也有点后怕。谢谢你，我艰难地开口，嗓子又哑又干。我不敢多说，怕再多说一句就哭出来了。现在的于霍对我来说，就是曾经相熟的陌生人。我不想在陌生人面前哭出来，太丢脸了。你家属呢？不知道你怀孕了吗？怀孕了还不好好吃东西，把自己整了个胃溃疡、大出血加低血糖。沈安安，你就是这么照顾你自己的？你知不知道，我要是到的不及时，是会死人的。于霍的脸色不太好，很凶。我瞪大眼睛看他，眼泪哗一下就下来了。我不想哭的，可我实在忍不住了。于霍看我哭了，一脸慌乱。他手忙脚乱地走上前来，帮我掖了掖被子，递给我纸巾，无措地开口：“对不起，我刚才可能语气有点不好，不是责怪你的意思，我就是太担心你了，也有点后怕。”我懂，我都懂，可我还是好难过，我差点死掉了，死在那冰冷的地板上。雨辰就是这个时候进来的，从他进来的那个角度，看上去于霍离我十分近。你们在干嘛？他是谁？雨辰怒气冲冲地走了进来，一把推开了于霍。于霍被他推得一个踉跄，不甘示弱地推了回去。你还好意思问我干嘛？你知不知道安安她？好了，不要再说了。我厉声打断了于霍的话，身体有些虚弱，说完我就剧烈地咳嗽了起来。安安！雨辰急忙来到床边，抓紧了我的手。安安，你没事吧？我一回去就发现门被撬开了，我问了好多人才知道你被送来了医院。我缓缓地把手抽了出来，一字一句开口：雨辰，我们离婚吧。雨辰僵化在原地，良久才回过神来。你说什么？他站起身来，神色很冷，手指着于霍。是不是因为他？你移情别恋了，所以想跟我离婚？我就说嘛，呵，生病了不给我打电话，却去联系一个男的，我他妈还要走街问邻才知道这件事。雨辰一拳捶在墙上，我的心也跟着颤了颤。是不是我刚才没进来，你俩都要亲上了？如果不是被我撞见了，你还要瞒我多久？他尖锐犀利的声音钻进我的耳膜，刺耳的疼，一字一句扎进了我的心里。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，你不要在这闹，病人需要休息，出去。于霍皱着眉头看着雨辰，冷冷地开口。
雨辰满目猩红地盯着渔获看了2秒，狠狠骂了一句奸夫，一拳头挥了上去。渔获自然也不甘示弱，2个人扭打在了一起。护士，嗨嗨，来人呐，可嗨嗨，打架了！嗨嗨嗨嗨，你们别打了，别打了！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令我浑身发抖，我一边咳一边狂按床边的呼叫器。好在医护人员来得很快，把扭打在一起的2人强制分开了。渔获和雨辰身上都多多少少挂了些彩。我躺在床上，闭了闭眼，精疲力尽地开口：“雨辰，你给我出去，我不想看到你。”“行，沈安安，你可真行。”我听到雨辰气急败坏的声音和被摔得砰砰响的门。雨辰走远后，我才睁开了眼睛。我想我现在的样子应该是颓废又沧桑。看着渔获脸上的伤，我满心愧疚，人家救了我，我还害他挂了彩。我强撑着开口：“不好意思啊，渔获，害你受了伤。没什么大事，你要是实在过意不去，就请我吃顿饭吧。”渔获笑得很和煦，总是跟人一种如沐春风般的感觉。我笑了笑：“好。”我在医院里躺了1个星期，雨辰没来看过我，渔获倒是时不时地来慰问我一下。虽然雨辰没出现在我面前，可我却清楚地知道了他这几天的行踪。不知他是有意还是无意，向来不爱发朋友圈的他，这几天发了很多条朋友圈，无一例外都是陪季一男出去玩。他们一起去喝酒，一起打游戏，一起去游乐场，一起回家，2家人一块吃团圆饭，还有他们哥俩好勾肩搭背的照片。我觉得他好幼稚，可我的心还是控制不住的疼，撕心裂肺的疼。怎么会不痛呢？我们彼此相爱这么多年，我真真切切地爱了那么多年的男人，甚至还孕育出了一个小生命。往日的甜蜜回忆密密麻麻地朝我涌来，每天晚上我都把自己蒙在被子里偷偷地哭，无声地崩溃。第2天起来再强颜欢笑，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。我知道也许我应该把雨辰屏蔽了，可我总是忍不住，一遍又一遍自虐般地去翻他的朋友圈。我好像疯了，我明明对他很失望，我想离开他，不想原谅他，可我却放不下他，舍不得他。无数次的，我在想，要不我给他打个电话吧，我们和好如初吧。感性让我痛彻心扉，理性却又一次次把我拉了回来。我想，再给我们最后一次机会吧，就当是为了肚子里的孩子。我们应该好好谈谈，至少不应该是现在这样狼狈不堪的结局。出院后，我去找了雨辰，他让我去酒吧包厢找他。我去了，穿过狂欢的人潮和震耳欲聋的歌声，我来到了包厢前，抬头看了眼房间号2056，反复确认几遍后，我才深吸一口气，推门走了进去。开门的一刻，屋里瞬间变得安静，除了雨辰，纪一男也在，还有他的若干兄弟。看吧，我就说，女人就是不能惯着，现在不是屁颠屁颠来找你了，信姐的没错吧？寂静中，纪一男的声音格外嘹亮。我压下心头怒火，耐着性子看向雨辰：“你出来，我们谈谈。”雨辰眉梢爬上欣喜，可还是要做出一副骄傲的样子，慢吞吞地往我这挪。纪一男伸出胳膊拦了一下他，看着我悠悠地开口：“嫂子，雨辰都跟我们说了，你就是个不下蛋的母鸡，可要好好抓住雨辰啊，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。”他们的几个兄弟低低地笑了起来。我愣愣地看着满屋子人，整个人如坠冰窖，脑子嗡的一下炸开，整个人控制不住的颤抖。我看到雨辰的脸色从震惊变得苍白，他看向我，推开纪一男就要走过来。
我转身就跑，慌不择路地往前冲，脑子里只剩下一个念头：离开这个地方，离开这个地方。泪水模糊了视线，我一边擦一边不管不顾地往前跑。妈的，瞎呀！我不小心撞到了一个人身上，那个人暴躁地把我推开，我跌在地上，四周狂欢的人群根本注意不到我。好几脚踩在我的身上，其中有一脚狠狠地踩在了我的肚子上，疼，撕心裂肺的疼，我感到一股热流流了下来。我紧紧地捂住了肚子，鲜血渗到了地板上。那个撞到我的人看到这幅情景，一脸惊恐：“你怀孕了还来酒吧？疯了吧？”说完，慌乱地钻入人群，逃之夭夭。我紧紧地捂着肚子，疼得说不出来话，直到鲜血在地板上晕染开来，才惊动了人群。人潮尖叫着散开，在我的四周形成了一个无人圈。眼前的画面忽远忽近，耳边狂躁的音乐声也变成了一阵轰鸣的耳鸣。我看到雨辰扒开人群，钻了出来，一脸惊恐地扑到了我的面前。他抱起了我，嘴一张一合的不知道在说些什么。我看到他哭了，可哭有什么用？我心里清楚，这个孩子保不住了，也清楚我们的关系到此为止了。模模糊糊间，我听到了护士斥责雨辰的声音：“病人胃溃疡大出血，刚出院，身体本来就虚，你不好生照顾一下，第二天就让他小产进医院。你这个丈夫这么当的，不知道？她是你妻子不？你妻子怀孕，你不知道？”我听到护士的声音都尖锐了几分，颇为愤慨。可能巧了，这次照顾我的护士还是上次过来的那个护士。我有些累，头昏脑胀的，迷迷糊糊间又昏睡过去。再次醒来，我的手被人牢牢抓住。我看了过去，是雨辰。见我醒来，他欣喜地抬起了头，眼眶通红。“老婆，对不起。”我转过脑袋，静静地盯着天花板，开口打断他：“孩子没了是吗？”我听到自己的声音沙哑漂浮。雨辰抓紧了我的手，嘴唇颤抖着，半天没说出来话。我的心还是传来顿顿的痛，哪怕我已经预想到了这个结果，得知这个事实的时候，我还是接受不了。成啊，哪怕我想过跟雨辰离婚，跟雨辰断了关系，我也从没想过抛下这个孩子。我想，大不了我带着这个孩子换个地方生活，不让雨辰知道就好。反正我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去赡养一个孩子。可是现在，孩子没了。我轻轻地笑了一声，看着天花板自顾自地开口：“雨辰，你知道吗？结婚纪念日那天，我想告诉你这个惊喜的，可是你没回来，一晚上失联了。我在沙发上辗转反侧等你回来的时候，你在跟季一楠打游戏。你还记得我被你扔在家里那一天吗？当时我突发急性胃溃疡大出血，我给你打电话，被你挂了。当时我已经快没有意识了，好在最后随便拨通了一个电话，于获接了，并且救了我。如果那天没有他，我可能已经死了。雨辰，你知道吗？可是你还打了他，诬陷他，就在这个病房里。”雨辰紧紧攥紧了我的手，头埋在被子里，肩膀一抖一抖的。他呜咽开口，声音含糊不清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，我没有听到那通电话，电话不是我挂的，我不知道。事到如今，事实是什么？我已经不想深究了。”我无视他继续开口，我知道这一切都是我咎由自取，发生这么多事，我生气，我想要跟你离婚，可我还是放不下你。我爱你，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都很爱你，舍不得我们的孩子没有爸爸，也舍不得你。你没有错，雨辰，周年纪念日你也不是有意不回来的，
你也不知道我在家里突然生病，那通电话也不是你挂的，你完全不知情。你有什么错呢，雨辰？孩子也不是你弄掉的，是我横冲直撞把孩子撞没的，这一切都跟你无关。你是无辜的，雨辰，你也不想这样的。我苦笑一声，转过头看他，我又有什么理由能怪你呢？这一切都是我自作自受，自食恶果。现在我想开了，雨辰，我们好聚好散吧。雨辰趴在我的床边，泣不成声，嘴里不停重复着：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，我错了，安安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于霍来看我了，我让他帮我把趴在我床前的雨辰丢出去。雨辰被丢出去的时候没有反抗，看着我的眼神绝望而沧桑，仿佛一下子老了10岁。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后悔，但是不管怎样，我是不会回头了。随着孩子的掉落，我的心也被挖空了一块，再也填充不上了。有时候我在想，如果我当时狠心一点，没有去找雨辰，是不是结局会不一样？是不是我的孩子还有机会叫我妈妈？可惜事情已经发生了，再怎么样也改变不了了。我在医院住了多少天，雨辰就在门口守了多少天。我不让他进来，他便捧着花站在我的病房门口，自以为是的赎罪。于霍来看我，他便红着眼睛瞪着于霍，也不敢多说一句话。现在的他倒是比以前沉稳多了，也消极多了。出院后，第一件事便是去办离婚证。雨辰红着眼眶求我，他给我下跪扇自己。我没有心软，我说，如果你不同意的话，我们就走法律程序。他肉眼可见地颓败下去。或许他也知道，事到如今，我们已经回不起了。我看着他颓废的身形，恍惚间又想起了那个阳光明媚的午后。他拿着红本抱着我转圈圈，大声欢呼：太好了，安安，老婆，我终于娶到你了。他笑得一脸灿烂，见牙不见眼，朝气蓬勃。四周传来注视的目光，我又羞又恼，你干什么？快放我下来！物是人非，我们都回不去了。雨辰同意跟我去办离婚证了，算是留给我们之间最后的体面。去民政局的路上，我们居然遇到了一个老熟人，纪一男。只是这次相逢实在算不上好看。他被扒光了丢在大街上，一群女人对他又打又踢，边打边骂：呸，你个贱人，敢勾引我老公，我打死你个汉子婊！也不看看我是谁，还敢来招惹我，以为躲到国内我就找不到你了是吧？纪一男不停惨叫，跟他对骂对打，骂得更难听。可他一个人又怎么会是那一群女人的对手呢？基本上处于被单方面殴打。四周围了很多人，没有一个人上前帮他，不是拿着手机拍照，就是跟旁边的人一起指指点点。我停下脚步，倒不是想看他笑话，他和雨辰怎么样，以后跟我也没有关系了。不过看到他现在这副模样，我心里还是有一口恶气呼了出来。我觉得他活该，我脾气好，不代表所有人脾气都好，这是他应得的。我看向雨辰，无声等待他去救他，毕竟他们可不是发小吗？雨辰只匆匆扫过他一眼，就别开了目光。安安，当时那通电话是他挂的，我跟他已经决裂了，他怎么样都跟我没有关系，我们再也不会联系了。他的声音越来越小，用一种祈求希冀的目光看着我。我不再看他，转过头，开口：好，那我们走吧。他眼里的光暗淡了下去，惨淡地扯了扯嘴角：好。我和雨辰离婚后，生活很快恢复了平静。家里人知道这件事后，劝了我一段时间，后来发现我油盐不进后，便也停歇了。家里算得上是富裕，我是独女，
工作这段时间也攒了不少钱。我打算辞了工作，去外面散散心。其实没人知道这段创伤对我的伤害有多大。真心实意的爱过，这么多年的朝夕相处，我做不到立刻放下一个人。我总是这样，矫情感性又敏感脆弱。同时，我也深刻的知道，这辈子我都原谅不了他了。孩子的死像一道疤，深深地刻在我的心里，永远也好不了。所以，我必须逼自己放下他，放下这段多年的感情。我走的那天，于霍说要跟我一块，我拒绝了。在车站门口，他看着我，跟我说他想勇敢一次。他跟我告白了。他说从初中他就喜欢我，只是那个时候他自卑敏感不敢说。后来等他终于瘦下来找我的时候，却发现我已经有了对象。他便等，结果没等到我分手，却等来了我结婚。他说他是个胆小鬼，一直不敢换手机号，我的联系方式一直在手机里放着，可却一次也不敢打给我。这场长达10年的暗恋，他像个小偷一样偷窥着我的生活，却不敢靠近。每个崩溃的深夜，他都想放弃，可却总是忍不住向我靠近，一边又一边的心动。他说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，他都要高兴疯了，既觉得不可思议，又隐隐期待。可看到我一动不动地躺在冰冷的地板上时，他都要疯了，他又气又恼又后怕。他说还好他没换手机号，还好他报警，根据手机定位撬开了我家的门。他问我能不能给他一次机会，让他陪着我。我摇了摇头。说实话，我不信。我不觉得我有这么好，这么优秀，值得一个人惦记10年。我也不认为这世上有从一而终暗恋了我10年的男人。或许有吧，但我不信。也不想再把时间浪费在一个男人身上了。临上车时，于霍看着我笑。他说没关系，安安，时间会证明一切，我永远追随于你。于霍没跟我一块，可他却总是出现在了我所到之处。他以救命之恩为要挟，天天在手机上跟我聊天，得知我的行踪。每次遇到，他总是说听你说这挺好玩的，我也过来玩玩。说实话，他真的有点厚颜无耻，但他分寸感掌握得极好。他总是远远地跟着我，既不靠近，也能让我一回头就看到他的身影。久而久之，我居然习惯了他跟在身边的日子，很有安全感。在途经昌图的时候，我收到了一封信，是雨辰的。老婆，请允许我最后一次这样叫你。对不起，以前是我太幼稚，害你伤了心，还害死了我们的孩子。我做错了，所有的一切都错了。可我知道，你不会原谅我了，我也不敢奢求你的原谅。我真的很爱你，从始至终都很爱你。我抑郁了，过去的一切，我们的孩子，无时无刻不在我的脑海中盘旋。我自己也无法原谅我自己。没有你，我知道我活不下去的，所以在死之前，我替我们的孩子报了仇。纪一男和那个推你的男人都付出了他们应有的代价。安安，你不要再悲伤了，也不要再想起来我这个蠢货了。我希望你能够永远幸福快乐下去。我看着这封信，不知道是什么感受。从于霍嘴里得知，纪一男和那个男人被雨辰乱刀捅死了，雨辰也喝药自杀了。我把信方方正正地叠了起来，扔进了垃圾桶。如他所说的，我会忘了他，永远幸福快乐下去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希望能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